这五一啊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1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1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啊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俩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五一当天。这1周之前呀，这个新娘的闺蜜啊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就跟新娘说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就这样，两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也是不嫌事儿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4人呢就白天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就去蹦迪。这经过1天的这个友情撮合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1天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两人就在这个车里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新娘就开始陆续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当时男方就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摔门就走了。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5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她只是出去玩了1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2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1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最近这半个月跟我打听外国女生资源的男士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经常在评论区里群里看到了好多男士在讨论去这个国外找对象的方法，里面呢还有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就有一个新闻采访呢，说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女研究生嫁到了中国山村里，和老公一起是种田耕地，每天呢都觉得是一种幸福。这样的婚姻状态是在中国多少男人羡慕的。特别是现在男女光棍对立不可协调的局面下，一些国外的女生资源，像越南、老挝的，前几年就已经有报道进入到了中国的婚恋市场。那这几年呢，像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一些女生也开始小规模的进入到中国婚恋市场。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未来几年国外女生资源呢势必会对中国的相亲市场呢是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当然呢也会形成一种补充。咱们国家为了人口的发展，2胎3胎的政策都在变，现在成了全国催婚催生。
但很多的女方家庭啊是依然对彩礼的要价呀是只高不低，相亲的姑娘呢也在幻想着通过婚姻呢当做跳板，或者是被毒鸡汤洗脑呀，欧巴的偶像剧啊看多了，没有自我认知，择偶要求呢又太高，所以现在啊女光棍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些剩下的女光棍呢，大概率啊是绝对看不上那些剩下的男光棍的。最后男人们没办法，只能是另辟蹊径啊，去选择国外女生资源。究其原因呢，国外女生呢是择偶要求少，对房车啊也没有什么要求，也很少要彩礼的。东欧女生啊基本都不太要彩礼金的。这个东南亚呀，像越南等国家的这些女生呢，虽然要求彩礼，但是基本都是在1到3万左右。所以啊，找国外女生啊更加实惠划算。另外啊，国外女生在择偶的年龄上放的也比较宽，她们通常能接受啊年龄差距比较大的男生。当然，对男方呢也会有一些要求，这跟他们国家的这个国民自身经济啊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甚至呢，有一位89年的男士啊，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家里做生意，条件是真不错，都跟我提出啊想去国外找媳妇儿。我觉得这些行为啊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中国男人开始对国外的女生资源感兴趣，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姑娘们可以思考一下，尤其是大龄的女士，有一些危机意识呀，并不是坏事。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呀，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她是痛定思痛呀，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啊，男士今年是28岁，母胎 solo 多年，性格是比较腼腆的，是一名程序员。那上个月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这个2个人呢，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都只是简单的吃饭，偶尔呢去看看电影，彼此呀是都有好感，但呢也只是啊就是朋友的关系，突破不了。周4的时候呀，突然这个姑娘啊就跟这个男士说呀，周末想去威海玩。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呀周5晚上走，周6晚上回来，说晚上走啊可以省时间。这男士啊听完就答应了。就这样呢，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做旅游攻略。男士把这些事儿啊也跟自己的好哥们儿说了，这好哥们儿啊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得好好表现，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男士听完呀，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哎呀，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说完呢，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呀改成了豪华大床房。那为了省钱呀，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你说这男人哈，真的是特别体贴。哎呀，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这周5就到了嘛，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啊。这一路啊到了晚上，这2人就去路边啊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呀，去了酒店，准备按照计划入住。谁知道女士说呀，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就没法去开房间，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用男士身份证啊入住，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男士一听啊，就让女士放心，别着急，我去前台给你问问，我想办法解决。这去了前台一问呢，人前台说呀，没身份证啊可以登记一下，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哎呀，就这样2人按照原计划呀，女士住了豪华房，男士住了经济房。这住下之后啊，2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毕竟豪华房间大嘛。吃饭的这个功夫啊，这个姑娘就说呀，辛苦1天了，要不喝点酒吧。男士一听啊，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这明显哈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他就赶紧跟姑娘说啊，自己不会喝酒。那就这样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男士啊就回房间睡觉了。这个生怕呀这个印象不好，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这第2天早晨8点左右啊，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啊喊她吃饭。哎，谁知道人家女士说呀，昨晚没睡好，今天补觉啊就不出去了。男士一听啊就有点着急了，那自己订了门票了，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这不是浪费了吗？最后姑娘就说呀，说不去了，没有心情，说等睡醒了再说吧。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醒了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就赶紧往回赶了。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呀，你谈过几个女朋友？这男士就说呀，学校里不敢谈，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送女士回家之后啊，没多久啊，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说呀两人不合适，就算了吧。男士就懵了呀，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也很有礼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为什么不合适呀？哎呀，为什么不合适呀？男士是想了3天3夜啊，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哎呀，其实啊，这个不合适的原因啊，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女士能提出邀约呀，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把关系啊进行质的提升。结果男士却弄反了，大家怎么看？这是一个悲催的故事。一位男士在相亲会上认识了一个姑娘，硬是追了人家6个多月呀。表情包快来一个。前2个月发展的还可以牵手，但后来女士就说呀，自己慢热，让男士啊别着急。就这样，男士啊在女士的鼓励之下，又是硬撑了4个多月。这半年呢是吃喝花了有2万多，男士就想着呀，是不是自己不够浪漫？他就策划了一场浪漫的表白，光这场仪式就花了5000多。原本想着呀，这次能够抱得美人归啊，结果表白那天呢，姑娘是当场拒绝，说认识男士啊才半年，连确认男女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呢，这个姑娘当场是拥抱了男士，说呀自己很感动，这个年底之前呢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结果。你再说一遍。谁知第2天呢，男士啊就把女士给拉黑了。这女士就很生气啊，跑过来跟我诉苦，说自己啊已经开始喜欢他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马上就要成功了。大家听完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就我小时候跟我姥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家里养着鸡，就白天你得把鸡放出去，晚上呢再把鸡给撵回窝。这一到快天黑啊，我姥就让我去把鸡给撵回来。你们不知道那个有多费劲啊！你往左撵吧，哎，它往右跑；你跑快点吧，它就飞；你跑慢点吧，它就扇吧那个翅膀呀，在那跑，总是啊比你快那么一点。看你不追了，哎，它也不跑了，慢慢悠悠的在你面前是溜达来溜达去，烦死人了。你又觉得有希望了。那个时候我是最讨厌干这活的，你放弃吧啊，眼看着就要抓住了，你接着撵吧，哎呀，你是真追不上啊，追到最后实在是撵不动了，哎，就想着算了，不管了，放弃了。结果这鸡啊反过来又来找你了。这有些女人呢就是这样，你追她她就跑，你一停呢她就回来搭理你一下，给你希望了，哎，她继续跑。就喜欢那种吊着别人的感觉，被别人吹捧着那种优越感。当别人受不了了，终于走了，哎，她又着急了，抱怨别人对她不好，不够坚持。这种女人呢，既不想跟你确认关系，又不想尽到女朋友的义务，但却希望你一直对她献殷勤，不要离开。千万不要拿慢热当幌子，这女人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比狼跑的都快，恨不得呀马上跟你确认关系。这有些男人呢，他就是看不清，甘愿当鱼。这相亲啊本来都是快节奏，追你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有权享受被追求的快感，男士当然也有停止追求的权利。如果互相觉得合适，那1个月就应该有个结果反馈，如果不合适的话，就应该立马拒绝，让男士知难而退。这刘备请孔明可以3顾茅庐，那是因为人家孔明多智近妖，才比管乐，身高8尺，面如冠玉，人家配得上啊。而你呢，不掂量自己的分量就去考验别人，是他傻还是你自作清高呢？今天上午我们班相亲会了，发生了一件特别狗血，结局呢又极其舒服的事情。有一位92年的男士啊，是一名工程师，这个长相气质都不错，在表白环节啊，就对一位长相漂亮的92年的姑娘表白。那他们俩的外形其实给外人看来属于很登对的那种，就是郎才女貌嘛。他跟这个姑娘表白说呀，自己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觉得如沐春风一般舒服，那希望呢给个机会啊认识一下。但这个姑娘呢却说啊，这个男士挺好的，谢谢你对我表白，但是呢我现在还需要啊再考虑一下。男士听完呢就脸色有点尴尬嘛，然后退到了后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女生啊举手示意说呀，自己想表白这个男士。这个女生呢是97年的啊，一名美术老师。她说自己啊留意这个男士啊好久了，男士的行为动作啊说话方式都很绅士。这刚才呢一起做游戏的时候，男士就会很照顾她的感受，自己在心里啊就喜欢上这个男士了。这刚才听男士啊表白这位92年的女士啊，自己心里啊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怕女士同意，也怕男士呢不喜欢自己。
但听到92年的姑娘啊说再考虑看看，她呢就不想放弃了。她对男士说啊，如果你喜欢的姑娘不接受你，你可以接受我吗？我很温柔，可盐可甜，也会对你很好。你刚才照顾我的样子呀，很暖，我也想有机会去温暖你，可以吗？那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受宠若惊，就脸上啊就能看出来很高兴啊。而那位92年的这个姑娘脸上就特别尴尬，脸色也比较难看啊，就看着个男士。最后男士就对97年的这个姑娘说呀，我同意，也表示啊两人可以认识看看。人家姑娘啊立马是特别高兴的，又跑又跳呀去跟男士牵手。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92年的那个姑娘呀就突然跳出来呀，开始作妖，跟这个男士说呢，我只是说考虑一下，也没有说不同意吧。那你这么快选择别人，未免有点太渣了吧？那如果现在我也答应你，你会怎样选择？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尴尬啊，就对女士说呀，既然我做出了选择，那就互相尊重吧。这姑娘听完就脸色啊，哎呀就很难看呢，转身就走了。相亲会呢也继续往下进行。虽然过程很狗血，结局啊却让人是极度舒适啊。我想对那位92年的女生说呀，不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希望以朋友之名继续考察对方，还是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当舔狗的潜力？你是觉得男人的尊严分文不值，还是觉得自己做绿茶呀做惯了，看男人都很蠢，都得听你的？你丝毫没有对一个对你表白却爱而不得的男人有任何的同情心，反而难过的点呀是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受到了打击，备胎转身爱上了别人而不甘心。人呐不能太自私了，你给点小恩小惠当做施舍，别人就得摇尾感谢。当被别人彻底拒绝的时候，又说别人是渣，那就有点太不地道了吧。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提问，一辈子不结婚可以吗？在下面好多的回答当中啊，有一位这个53岁的大姨回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还未婚呢，请你一定要听完。我53岁了，可能是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我的工作呢是公司主管，工资呢不高呢也不低。我不喜欢小孩，对婚姻啊也很恐惧，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婚不育，主要是向往自由，还有呢就是性冷淡。由于我的性格呢比较强势，我的父母啊都不敢说我，后来呢总是吵架，他们也就没再逼我了，但还是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有生之年呢没能看到女儿出嫁，自己呢抱不到外孙，一定会很难过吧。自从他们走后，我迷茫了，空虚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到底我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对还是错？我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个好男人，生一个孩子，起码能给这个家庭啊带来欢乐和活力？至少我现在还有家人，我到70多80多还有一个家庭。我不婚的结果呢，就是我现在没有家人了，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不知道你们懂吗？年轻时我很独立，自己啊跟老乡来城市里闯荡，对家人呢也没有什么依赖，孤独啊也只是一时的，因为那时候老家还有父母亲，每年呢都期待着能回家。可现在这种孤独感啊又接踵而来，迟迟不走，因为没有亲情啊帮我驱散了，我回不了家了。原来我这么多年不结婚的底气啊，不是我独立，也不是我坚强，而是我有家人在，我父母在，是他们给了我不婚的底气。年轻想要自由，中老年啊就会付出代价，要么自由，要么孤独。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我不愁养老，毕竟啊有存款，以后呢也有社保，有退休，但是我也怕自己有一个万一，钱呢又不敢乱花。那些说一个人想花就花的，真的想得太美好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啊，无儿无女的更不敢乱花钱了。曾经生病过，以前老妈还在的时候啊，都会来照顾我，现在她也不在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曾经子宫瘤做手术，都不知道要叫谁来，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堂妹啊来帮忙照顾我，但她很明显不是那么乐意。毕竟我没有养过他，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当然呢也有叫护工，但是有些事儿啊不是叫护工啊就行了。
老了之后呢，各种疾病啊是明显的多了。这种不大的手术我还能自己签名，以后不能签名的时候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怕自己啊突然就老年痴呆了，就任人摆布了。也希望他们呢能够不要折磨我，给我一个痛快。我去看过养老院，贵的养老院呢，我活不到80岁我就交不起了，还没有算上这个通货膨胀啊、费用上升等等因素。一般的养老院呢就没有那么好了，大部分养老院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他们好像就只剩了一个目的了，就是等死。我看到之后啊都很害怕，真的不想去那里度过余生。回到家之后啊，家里特别安静，安静到可怕，只有狗叫声，没有人语。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呢还会说说话，现在啊静得可怕，家里有狗，这是我唯一的寄托了。再过2年他就10岁了，也要走了，到时候又是一个沉痛打击。真心想对有想法不婚的人说呀，要么有伴侣，要么有孩子，不要什么都没有。你现在有底气是因为你有家人在，还有就是啊，好好的陪伴家人。工作朋友再重要也没有家人重要。我现在觉得陪他们的时间啊太少了，以前没有条件接到身边，现在有条件了，接到身边没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走了。那些经常被催婚的，也请你好好的理解父母，不要像我以前一样不懂事儿，跟他们去吵去冷战，好好坐下来去谈，不要伤他们的心。他们啊也是为你好，他们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或者说出的大道理你们也不听，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不要像青春期一样叛逆啊，伤了父母的心。长大做了父母后啊，你就会后悔啊年少时的冲动。相亲市场，男人可以向下兼容，女人不行，必须得往上嫁，差一点都不行。你以为我想说女孩子呀？我是真的忍不住啊！现在女孩子找对象的思想，你真能让她给整崩溃了。身高、长相、性格、学历、工作、收入、家庭啊，通通都得纳入考虑范围，不能比自己差，不能比朋友差，也不能比闺蜜她老公差。你说要命不要命？今天有一个91年的上海姑娘给我打电话啊，问我这里有没有合适对象。我问她要求，她说要求不高，只要能在上海有房、工作稳定、未婚就可以。这话一出，你说你不吓得人肝疼吗？上海一套房子首付也得几百万，一个男人从20多岁出来毕业，给他15年的时间，不吃不喝，1年几十万才会赚得出来啊！我说这要求太高了，不现实。他说他朋友好多都在上海结婚了啊，南方买的房子，他也想。听完我问他呀，那你现在怎么还没嫁出去呢？他说自己挺后悔的，相亲有个7、8年了，那个时候就一门心思呀，想找个有房子的、有户口的、年薪几十万的，哎，长得还得好看的。基本啊，他看上的看不上他，看上他的他也觉得心里不太痛快。就这样挑挑拣拣，到了30岁着急了呀。即便着急啊，也不甘心放低要求。曾经啊，这个有个上海有房子、年薪几十万男人喜欢他，但他觉得这个男人啊情商不高，吃饭吧唧嘴，哎，说话声音大等等，就没同意啊。结果这个男的很快就找到结婚对象了，他还在相亲。这不一晃，今年32岁了，朋友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就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啊，他也不挑了，说只要有房子能让他定居在上海就可以。我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在外企做翻译的，工作体面啊，月薪8000左右。听完之后啊，我就问他在上海待了几年了，他说9年了。问他攒了多少钱，他说这物价太贵了啊，房租1个月就要接近1半的工资，每个月都剩不下来啊，家里有时候还得贴补，但是也存了一些存款，大约有3万多。他说完呢，我很委婉的告诉他，姑娘，你想找的上海有房子、工作稳定、未婚的男士，大概率人家看不上你的，这不现实啊，你可能还需要再降低标准，比如说啊，找离异的，找房子在郊区的。他听了特别不满意啊，觉得是我在嫌弃他，其实他年龄，故意让他找条件不好的。哎呀，咱是很有耐心啊，姑娘，你看我这有一个98年的姑娘，国企工作，有上海户口，她也想找个上海有房子、工作稳定，而且能接受10岁的年龄差的未婚男士，其他呀都不做要求。你觉得这个男士是想认识你还是想认他呢？他给我来了句啊，年轻的不成熟，我很重啊。哎呀，姐妹儿，这人找对象都是视觉动物，一上来都想找好看的吧？年轻的胶原蛋白多呀，就算脾气作闹点，这心里也痛快吧？他开始情绪有点激动，问我难道我未婚就一定要嫁给一个2婚带娃的吗？上海那么多有房子的，怎么就没有看得上我的吗？我说这有一个男孩子啊，90年的33岁，做软件开发的，年薪在30-40万，在上海首付啊有房子，南京还有2套房，存款大约10万左右。人呢经常熬夜，有点秃顶，作息不规律，有啤酒肚啊，身高在170，体重接近200斤。你愿不愿意认识？
他听完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说呀，哎呀，这形象太差了，存款太少了，不太能接受。我一听啊，这得亏是跟你打电话呀，你要过来跟我当面，这王八都得揍你。就刚才这个男孩子啊，他还不一定能看得上你，人家呀已经有好几个95后的女孩子都等着想认识他呢。他听完又开始这个焦虑纠结啊，是不是又嫁不出去了？昨天还有个女孩子想在北京定居，张口也不看自己什么情况，就要找那京房京户年收入几十万的男人。哎呀，听完了啊，我是真的很想给他买个镜子照照自己，大白天做梦的不害臊吗？很多来相亲的姑娘们，明里啊说没什么要求，暗里的择偶要求啊，相貌、品行、身高、学历、收入、家庭等等都要考虑进去。理由啊，不能委屈自己，不能比别人家的差，不能让父母失望。低学历、低层次的男性们都不足以成为择偶对象了。现在这个社会啊，也营造了一种这样的环境，有意无意的去引导女性的择偶观，学历、工作、家世都变成了择偶的筹码。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总是希望通过婚姻不劳而获，跨越阶级。很多毒鸡汤啊，潜移默化的去影响着他们的婚姻观。你要是找一个比你差的老公啊，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我就在想，三毛跟荷西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就不是撒哈拉的故事了。哲学女博士与高中男技师宣称他们是真爱，这话题这流量，男女双方瞬间都能被当下的婚恋观给喷成筛子。人嘛，自知之明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正的婚姻观，你找对象你也能幸福的。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我跟你们讲，有些人在婚恋市场上眼高于顶，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择偶要求就跟他做梦一样。你看，气得我这头发今天炸大毛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问她年龄，她跟我说28岁。哎呀，我是真的不太相信啊。咱呢也不去抨击人家的外貌长相啊，我就跟她要个身份证，身份证拿来一看呀，好家伙，35岁啊！我问她为什么隐瞒年龄，她给的理由是啊，本人显年轻，别人都说她长得像25、26岁的。我顿时特别无语啊！一辆开了10年的车，它能跟刚出厂的车相比吗？配件怕是也要生锈了吧？这姑娘说呀，自己说小点呢，也是希望机会多一点而已。我跟你们讲啊，骗人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长久的。接下来我就问她个人情况，在银行工作，年薪10万左右啊，整体条件都还可以，就是年龄确实不占优势。问她择偶要求，语出惊人的告诉我呀，有车全款，市中心有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啊！哎呀。说完这些之后呢，还略有自知之明的跟我说呀，我也照自己的情况，年龄大了一些，长得一般啊，也比不过其他年轻人，所以啊，我决定放低择偶要求，接受离异的，但是不能带孩子，要优质男，找同龄或者是偏小一些的。听完呢，我也是好言相劝啊，你想找条件好的，你就得往年龄大的上面找，这样呢，你的条件才会占优势啊。还没等我说完，他就直接给我怼回来，年龄大的精子质量不好，我需要优生优育，之所以拖到现在没结婚啊，都是为了下一代考虑。哎呀，姐姐啊，你光考虑后代，你不考虑自己啊？他跟我说啊，我已经冻卵了，早已经做了万全准备。那一瞬间我确实没话可说了，我就基于现实情况又给他做了分析一下啊。这车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35岁以内的男士，不论离婚与否，大概率都想找30岁以内，工作稳定，感情线比较简单，性格温柔，长相可人的女孩子吧。哎呀，还没等我说完，这姑娘来了句，那不正是我吗？我显小，长相可人，还未婚。这给我听的啊，自己都能给自己画大饼，我也不绕弯子了。目前能够匹配你的条件还不错的，就是40岁离婚带孩子，有车有房，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或者说是35岁以下离婚或者是未婚啊，车房有贷款，年收入在10万上下的。这姑娘一听啊，气的是不得了啊！我相亲这么多年，多少年入50万、100万的看上我的，我都没入眼。现在你让我选，还不如我之前放弃那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情绪啊，多少有点激动啊，觉得我看不起他。哎呀，我劝他放弃幻想，认清现实。他说不能低头，皇冠会掉。后来啊，我算是妥协了，给他找单身资料，有位38岁的男士，离婚不带孩子的，没车但是房子2套，年收入在30上下。这姑娘看上了，提出见面的一个要求啊，每个月给他1万5的零花钱。那一瞬间气得我呀，问他凭什么？他说男方是离婚的，不公平；2套房子是婚前财产，也不公平；婚后要当后妈也不公平。要生活费啊，这心里才公平。听得我呀，人男方自己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公平，你算老几啊？这男士能不能看上你还不清楚，你还在这筹划着你的春秋白日梦呢。这姑娘听完啊，那算了，我不见了。我觉得我这要求很正常啊，作为男人给女人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哎呀，这可能是在银行工作，天天都掉钱堆里去了，掉钱眼里爬不出来了吧。临了给我来了句啊，你不给我介绍，我可以找其他人。哎呀，真的，大门给你敞开哈，你爱找找去吧。今天王八不给我好好关门啊，都开绿豆去了吗？真心奉劝啊，一些大龄祖宗们，
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看清楚你自己的现实处境，以及你还有多少的选择权。上了年纪啊，本应该是更加的睿智，不要眼高手低，挑来挑去。明明脾气不好，家里没什么钱，手上也没什么积蓄，又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公主，那就不要老想这些有的没的，踏踏实实找个适合结婚的人，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嘛。你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等得起的？明天啊，我就把后面我这墙上挂上3个字：许愿池。我看有多少来做梦的。哎呀，还得花2王八呀。昨天下午有一位53岁女士来找我，她说她有对象，问我还来得及吗？我当时有点懵的啊。她给我的印象就是打扮得很精致，但岁月在脸上依稀可见。她说自己53周岁，名校硕士，企业高管，车房都有，存款也有7位数。听完呢，我就问她孩子多大了。她说这一辈子啊，没结婚也没生孩子。那一瞬间我真的很震惊啊。我做这个行业很久了，遇到这个年龄段不婚不育的确实不多。他又跟我说了他以前的一些事情，经过他本人的允许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20多岁呢，他谈了第一个男朋友，两人同学啊，谈了2年多的感情。男方每个月赚的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给了女方。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啊，两人经常坐大巴车来回看。现在想想，那个男朋友啊，是他觉得是最好的那一位。但女方的妈妈不同意啊，觉得男方家里条件差啊，兄弟多，工作也不好，说什么也不愿意。女方呢也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太差了，就特别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因为不想再过这种苦日子了，就听了家里人的意见提了分手。男方自尊心很强，一气之下就断了联系啊，去了南方发展。后来呢，女方毕业分配啊，就当了学校老师。那个时候老师这个职业就特别的吃香，很多媒人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当官的有钱的家里条件好的太多了，他就有一些眼花缭乱，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家里就劝他呀，物质条件好啊，那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又谈了2个有钱的，但都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他的性格就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一方啊，一遇到问题呢就会争论个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肯低头。男方就觉得受不了就分开了。虽然谈了几段分手了，但他的条件依然还是很好的，人也聪明啊，考上大学，读了本科，读研究生，一时啊风光无限。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子都追他。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啊，当你被条件很好的人追过之后啊，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配得上条件更好的了。他就开始挑挑拣拣，看谁的条件更好啊，谁的性格更合适，谁长得更帅等等。最后啊是没一个看上的，年龄呢也跟着拖大了。那个年代你30还不结婚啊，是会被笑话的。他有段时间特别焦虑啊，觉得找个条件不错的就嫁了吧，可自己又很不甘心啊，随便找一个，但是又纠结自己年龄大了生孩子怎么办呢？当年就有一个小伙子刚30岁啊，人很好，自己呢也比较吃苦，就开公司，有车有房子，条件也很好，就是个子啊长得矮了点。他就特别纠结啊，哎呀，想着条件好啊，矮就矮吧。2个人本来就是要结婚了，结果男方父母出了意外，母亲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常年都需要人去照顾的。他就考虑到自己以后的生活质量，提出了分手。男方呢也留过几次，但是没有留住，就没有再找他了。后来呢，他又谈了几个，有的是男方原因，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因。一晃呢，35岁了还是没有结婚，家里父母就催得很厉害啊，也不要求什么条件好的了，只要是人啊，这个合适，有个稳定工作就行了，离婚的也行，别挑了。但这姑娘却觉得呀，自己已经挑到现在了，想让他找个条件差的，这心里特别的不甘心。虽然要求没有之前那么高了，但还是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工作是公务员，铁饭碗，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父母得有退休等等。结果媒人呢越来越少，都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了。难得有几个条件差不多的，他能看上的，人家都觉得他年龄太大。后面呀，他干脆直接摆烂，想着找个低质量的结婚啊，那不如不结了，就加入了不婚主义。那个时候谁劝都不好用啊，他就是不想结婚。不是自己不想，而是确实不愿意去将就。他也想找个条件不错的，也喜欢他的，愿意包容他的人去结婚，可是找不到啊。后来呢，家里人也跟着放弃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在他48岁那年，他的母亲生病，坚持了2年之后走了。去年呢，他的父亲也因为脑溢血走了。父母的遗产，他们兄妹是4个啊。分完之后呢，这没了父母，大家走动就更少了。这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看到家里空荡荡的房子，以前还能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说话，现在也没有人说了，从来都没有的那种很强烈的孤独感。他现在每天都在坚持的锻炼身体，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健康。他特别害怕啊，哪天去了医院都没有人管他，他也害怕自己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死了连个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好在呢，现在收入还可以，攒了很多钱，他也不敢花太多，这有钱啊都能安心一些。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一辈子啊都没有结婚的小团体，
大家互相精神鼓励，互相说着无儿无女，要是死了他们会互相送终。他说他现在特别的后悔，如果时间能够回到30年前，他一定会在他最好的年华里找个人品最好的人结婚。你到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金钱物质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人可以陪你厮守50年，不论柴米油盐酱醋茶，也不论酸甜苦辣，不论生老病死，都能够很泰然的和你相互扶持。哎呀，终于下班了，有一姑娘来找对象，跟我说呀，我一定要嫁给有钱人呐。一问她条件呀，96年大专护士，年薪10万不到，外貌长相在6分左右，父母是农村的，有个哥哥啊。问他要找多有钱的，他说30岁以内，年薪在100个 W 以上，市中心，车房全款，最好别墅带保姆啊，父母也要有退休，条件好。哎，这要求真不低啊。他说自己找了好几年了没找到，说不怕我说他物质啊，他觉得人生啊那就是一辈子，爱情没有物质重要，这过够这种苦日子了。说现实一点，嫁给有钱人，就算有天过不下去了，他也有钱花。我听完之后真的表示尊重啊，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你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找有钱人这个事儿啊也很正常。嘿嘿，我还想过要当总统夫人呢，那我配吗？我问他，你这都要30岁了，你这几年生活当中没谈吗？哎呀，这姑娘就开始抱怨了啊，那生活当中追我的人太多了啊，但都不是有钱人，条件都很差。有多差？就是他出去洗个车，工人都能看上他，跟他要个微信啊。他越说越生气啊，说自己净招一些烂桃花。我说你开什么车？他说国产能源车，上路13万，贷款8万，分期还没还完呢。我去，妹子啊，你看你自己开的车都很一般呀，人洗车工一看啊，咱俩条件差不多嘛，人家为啥追你啊？因为觉得你们是一个档次的。这姑娘一听给气的啊，说我可不想在这个档次上，我是一定要嫁给有钱人的。我说那你就去买个保时捷，再去洗车，再看那些工人还敢跟你要微信吧。婚恋市场上有一个真理，就是男人基本不会追自己配不上的女人。谁也不想自己付出的人力物力都打了水漂吧。听完他跟我说呀，所以我找你啊，我又不认识那些有钱人，你不是认识吧？我一听啊，哎呀，姐们儿啊，我那有钱人都是眼瞎吗？他听完张口就给我来了句啊，我不介意他们年龄大，不介意他们长得丑，我也接受离婚，只要有钱就可以。我说有个条件不错的男士啊，34岁离异带2个男孩，人外貌长相真的很一般，但是名下房子几套，豪车几辆，一年上千万，人家就要求女方30岁以下，长得好看，学历高，性格要好，原生家庭条件要好的。他一听啊，就说这男士啊要求还蛮高嘞，但是勉强可以接受，又觉得他自己是未婚，男方是离异，多少就觉得有点男方要高攀他。我说你也不用勉强，人男士资料一发出来，每天都有几十个想认识的，不少97、98的海外留学回来的。他一听啊，气得直翻白眼，说我还不想嫁给他嘞，离婚还带2个儿子，谁愿意跟他？我一看这态度啊，你没个自知之明也就罢了，你自己还好高骛远。我说我这儿没有那种白内障的有钱人。他急啊，就问我那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啊？我周围就没有啊。你天天西餐日料中餐米其林，哪个男人敢带你去吃东北铁锅炖？你的工作家境都很好，穿搭很精致，他敢送你几百块钱的包和首饰吗？我之前公司有一个同事啊，身材特别好，也很漂亮，人家经常一身名牌啊，一年很少有看到他有床上衣服，上下班啊开着奔驰E，追他的不是公司股东就是哪家富少，哪有屌丝敢追啊？最后人家嫁的是当地我们很有名的富二代。婚恋市场上很多女人啊都有点异想天开啊，想要嫁给有钱人，要嫁得好啊。但是你不能觉得有钱人是傻子吧？他们谈恋爱是一回事儿，找人结婚的是另一回事儿。中产的男人需要家境大于等于他的，学历、工作能力都要比他强，才会心甘情愿的娶你啊。你身上有价值，别人才愿意跟你交往，这是最基本的准则。奉劝那些啊总是白日做梦幻想嫁给有钱人的那些姐妹们啊，不要去埋怨为什么你周边都是些穷人追你，没有有钱人。人与人交往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圈子问题。当你发现周围都是一些自己看不上的人都围着你转的时候，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自己只配在这种圈子里？不是别人达不到你的预期，而是你自己就配不上你的预期。散会。